直到看到功夫女足客串名单裡出現吳孟達的兒子，才明白達叔從來都沒走出過周星馳的畫面。25年前，少林足球裡，達叔隨口吐槽了一句：“你的脚力太大，但是你做不到收放自如。每次呢，把球踢上天，万一打下飞机来，你赔得起吗？赔不起，就是了。”本来就是个喜劇包袱，沒人當真。可25年後的功夫女足裡，星爺悄悄給了回應。上部隊把球踢出來了。片尾藏的細節更戳人，兩個背影並肩坐在觀眾席，中間特意空出了一個位置，沒署名沒標記，可老觀眾心裡全有數，那位置就是留給達叔的。客串名單被扒出來以後，大家發現有吳孟達的小兒子吳偉倫，好多人納悶，星爺選角一向嚴格，怎麼偏偏邀他出鏡呢？首先是兌現一句很多人沒當回事的承諾。2021年達叔走的時候，星爺就公開說過，如果吳偉倫想進演藝圈，他肯定全力幫襯，哪怕只是戲份不多的客串。當年許下的承諾，他是實打實落到了實處。而更深層的原因是補一場遲到20年的銀幕重逢。少林足球是周星馳和吳孟達最後一次搭檔的電影，從那之後他們再也沒在大銀幕同框過，這是影迷記了20年的意難平，也是兩人心裡沒補上的缺口。讓達叔的兒子站在自己的鏡頭裡，站在同款足球片場，等於用最柔軟的方式圓了當年沒實現的搭檔重聚。這些溫柔的彌補背後，全是攢了幾十年的陰差陽錯。第一次錯過就栽在了那場突如其來的非典上。當年籌拍功夫，星爺早給達叔留好了量身定做的角色，達叔連內地好幾部戲都推了，空出整段檔期等開機。誰料疫情一爆發，整個拍攝計劃直接延期，達叔簽好的內地劇組先付了工，高額違約金根本承擔不起，最後只能遺憾退出。第二次拍美人魚的時候，星爺第一時間就遞了邀約，可達叔剛做完心臟大手術，日常出門都得帶着氧氣機，根本扛不住劇組高強度的拍攝節奏，只能婉言謝。第3次西遊伏妖篇再邀，還是因為身體原因沒能成行。達叔生前接受採訪還帶着笑意說：“我還沒死，他還沒退休，一定有機會。”所有人都等着這一天，可意外永遠比明天先到，時間永遠定格在了2021年。達叔走了，這份沒能實現的合作成了終生的遺憾。對，回頭再看功夫女足裡的這些設計，雲層裡的飛行鏡頭，片尾空着的座位，還有達叔兒子以裁判的身份的客串，都是星爺把沒兌現的約定換成了更溫柔的方式完成。星爺為什麼偏偏選迪麗熱巴當功夫女足的女主？你們幫忙收拾一下。不要動我的東西。他們聽不懂。不要動我的東西。2023年功夫女足選角消息剛傳出來，內娛多少女演員擠破頭想爭取，誰也沒料到星爺選了迪麗熱巴演女主。那時候質疑聲特別多，都說一個走美豔路線的小白花根本撐不起星爺的草原喜劇。直到電影正式上映，角色玲瓏那股不服輸的韌勁兒一出來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星爺挑人的眼光確實有兩把刷子。星爺選女演員從來就不只看，他要的是能徹底放下偶像包袱，骨子裡帶着靈動和瘋勁兒的演員。每個月3000的房租我覺得有點貴，所以我想要溢價。嫌貴了是嗎？是的。光看你們倆這樣子，我就知道你們租不起，趕緊走。劉女士，以貌取人是你性格上的缺陷哦。我不用看你的貌，我光聽你說話就知道你有缺陷哦。你以為他是第一次演這種喜劇？早在2017年，他就拍過一部都市喜劇《傲嬌與偏見》。很多人覺得這片子劇情通俗，沒什麼深度，可我反倒覺得能讓觀眾踏踏實實笑出來的就是好作品。我是馬屁精，你是馬屁精，我是馬屁精，我是馬屁精。上！哎，馬屁精你好，馬屁精你好，我是馬。对不起，我馬主編你好，我是馬屁精。他演的北漂網文作者唐楠楠，直接丟掉了女神濾鏡，不修邊幅，嘴又毒，腦洞還大，懟人耍寶樣樣放得開，好多砸門互懟的誇張戲份都是他主動跟導演溝通設計的，半點偶像包袱都沒有。當年這片子票房直接破億，點映口碑也不錯，可市場根本沒接住這個信號。明明觀眾就愛看他搞怪無厘頭，資本卻偏要把他釘在紅毯美人的標籤裡。好在星爺看穿了他身上被埋沒的靈氣，而熱巴也沒辜負這份認可。為了貼合女足運動員的人設，他提前閉關好幾個月，刻意增重練肌肉，天天泡在訓練場練對抗、奔跑、撲球、摔倒的戲份，全是自己上，沒用替身。影片裡好多搞笑的小細節都是他臨場即興想出來的，連星爺都誇他把小人物的鬆弛感演活了。不管是《克拉戀人》裡鮮活的高文，1001夜裡反差感拉滿的007，還是《傲嬌與偏見》裡接地氣的唐楠楠，他的喜劇天賦早就有跡可循。美貌本來該是加分項，不該成為困住戲路的枷鎖。還好這一次他的實力終於被更多人看見了。關注萊尼時刻，不只看熱鬧，也看人性。我們下期見面。